大家看奥运桌球时有没有发现赛场上面许多是中国面孔？不仅很多国家的桌球选手原本是中国籍，桌球决赛、准决赛也常常是中国选手自己对打。按理说同国籍争冠的话呢，谁赢球迷应该都很开心，但本届女单冠军赛中国球迷却非常生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桌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起桌球，大家应该都略有听说，中国在这项运动上面表现很强势。这一次巴黎奥运呢，中国拿下所有桌球项目的金牌。事实上呢，从1988年夏季奥运加入桌球项目以来该项目总共产生过42枚的金牌，而中国桌球队呢就拿下其中的37面。因为他们选手实力很厉害所以在国际比赛的决赛时，也经常出现争冠的2位选手都来自于中国队。像这次巴黎奥运桌球女子单打决赛时，就是2位中国选手陈梦与孙颖莎对决。按理说都是中国选手，对于球迷来说应该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奇怪的是，现场却有一些人呢对于陈梦喝倒彩，而且不断发出嘘声。而陈梦夺冠之后呢，还有一些人去他的微博恶意的留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桌球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同样是中国选手，为什么粉丝要喝倒彩？这样子的粉丝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关键你看，好，韩国有射箭选手视力只有0.1，居然还可以拿下2次奥运金牌其实我想打球。你看，韩国射箭国手林东贤视力只有0.1，在台湾呢已经是轻度视觉障碍等级了，这样居然在奥运的射箭当中拿过2次的金牌，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样也行。篮球有这样子的例子，你看 Stephen Curry 呢，号称是 NBA 史上最强的3分王，但他患有罕见的圆锥角膜问题，连篮筐看不清楚。而且他不是特例，你看有研究发现，大约15% NBA 球员视力有问题。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呢，现在不少的 NBA 球星呢，包含LeBron James、魔兽等等，也都会选择直接雷射解决，做完成绩呢都变好，跟我蛮像的。到底哪里像？像我也是因为这个运动不方便，出门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去年呢跑去维视做雷射手术，戴眼镜打球超方便。你看，维视的 Smart Trans PRK 零接触近视雷射主打角膜零接触不牵绊，安全高稳定，非常适合运动爱好者。而且风险的部分呢，维视也有严谨的术后把关、术前把关，他们也有严谨的术前把关，要先评估好才会开始做那你雷射完打球比较厉害吗？好像没有，但超安心，因为维视术后角膜安全高稳定超安心。桌球在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1959年，中国选手荣国团呢，在第25届世界桌球锦标赛夺得男单冠军，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国际比赛当中赢得冠军。时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呢，还将这个成就与中国成立10周年并列，列为当年的2大喜事。不仅拿的第一个金牌是桌球，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比赛也是桌球。1961年第26届世桌赛在中国举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面首次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桌球的地位也因此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中国还用桌球推动外交。1970年代，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变得紧绷，中国转而希望能与美国缓和关系。1971年，美国桌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借桌球交流让中美关系破冰，促成了桌球外交。之后，中国民众也因此受到感染，民间开始掀起了桌球热。因为桌球对于场地与设备的要求不高，办公室、公园、社区都能够摆上球桌，普通桌子也能够简单的改造成桌球桌。因此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接触到这项运动。现在在中国有超过10万个桌球场馆，至少3亿人打过桌球。那加上桌球呢，也一直跟国家荣誉外交挂钩。中国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这个运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球。也因为这个样子，中国也会举全国之力发展这项运动，开办许多的体育学校，从小训练栽培桌球选手。中国的体育政策采取举国体制，也就是由政府主导，集中全国的资源跟力量来发展。例如运动员的选拔、培训、比赛资源的分配都会由政府安排跟决定。而在这个政策之下呢，中国体育总局每年能够至少有40亿元的这个财政预算拨款，受其管理的中国桌球国家队呢，也因此能够有专业的培训方式和教练团队。例如很多的教练都是前国手，他们中的一些人呢，还开发出了独特的桌球技术，例如前3板进攻理论，还有高抛发球和直板反打呢，这些技术这些都是让中国选手在赛场上面更有利的技术。而另外呢，球队也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并使用各种的科技设备来监测运动员的状态。这几年呢，中国也开始使用机器人来模拟对手的发球方式还有旋转，让运动员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状况。那除了球队有着大量的资源中国政府呢也在全国各地开办了8500多所的体育学校，其中呢有数百所与桌球相关，还有4个专门的桌球训练基地。
很多小孩从国小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例如呢，像这个马龙啊，还有张继科等等知名桌球选手，很多人都是从4、5岁开始训练，经过层层的选拔进入省队，再通过更多的筛选，打赢各项中国国内的赛事，才能够进入国家队。成为国家级选手之后，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完全由国家资助，但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安排，每天接受严格的训练，并遵守一系列禁令。例如，有些球队会不允许选手恋爱，不允许住在家里，不能够上普通学校等等。那因为中国国家队呢，都是从全国千中选一哦，桌球选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中国有超过3万名在体育学校学桌球的学生，那其中大概有2000个能够成为专业的桌球运动员，但只有不到30人能够进入现役国家队，而能够参加奥运的国手呢，更缩小到6人左右。竞争本来就有激烈哦，一些选手呢还向媒体透露，为了让教练看好的选手或者之前比赛成绩更好的选手顺利晋级，他们曾经被要求在比赛当中故意的放水。因此呢，许多不满这些状况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脱颖而出的选手，会选择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例如韩国的这个田志希，还有61岁的桌球阿嬷卢森堡选手倪夏莲，原本都是中国选手，后来加入其他国家的国家队。外流的中国选手呢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时候在桌球的国际比赛上面会出现场上全是中国裔的状况。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桌球比赛呢，总共有56个参赛国，其中有21国的选手呢是来自于中国的规划选手。172名的参赛球员当中，有38人原本呢国籍就是中国。不过，对于桌球人才外流呢，中国政府并不反感，甚至还支持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他们的养狼计划。因为中国的桌球太强哦，几乎垄断了世界冠军。中国因此害怕这样运动会变成只有中国人在玩，丧失国际影响力。那一旦桌球完全失去影响力，就有可能被移出奥运的项目。那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呢，2009年时任中国体育局副局长蔡胜华提出养狼计划，让外国选手到中国训练，参加桌球联赛，帮助他们提升技术，希望能以此提升其他国家的桌球实力。而在这样计划之下呢，日本的伊藤美诚、还有水谷隼、还有德国的这个奥恰洛夫等选手都曾经去中国参加过训练。回去之后呢，他们也在国际的赛事上面表现强劲，甚至还一度打败过中国选手。例如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桌球男女混双金牌赛当中，日本队的伊藤美诚还有水谷隼就以4-3的分数击败了中国队的刘诗雯还有许昕，拿下了金牌。这场比赛激起了许多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赛后，许多的网民出征伊藤美诚的社群媒体，骂他作弊啊，背后搞小动作，没有资格拿金牌。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养狼计划的错，培养出了厉害的竞争对手，反而不利于中国选手。直到之后的女子单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击败了伊藤美诚，这股民族的情绪才有所平息。孙颖莎呢，也因为这场比赛收获了不少的粉丝。那不只是出征外国对手，有的时候呢，不同中国选手的粉丝也会互相攻击自己人。在刚闭幕的巴黎奥运桌球女子单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梦以4-2击败了另外一名的中国选手孙颖莎，成功的卫冕奥运的冠军。然而呢，陈梦的这个夺冠却引起了一些孙颖莎的粉丝不满。他们不仅比赛时呢对陈梦不断的发出嘘声，颁奖典礼上面、观众席上面也有人对陈梦比中指。赛后呢，还有许多的粉丝冲到了陈梦的这个微博，说他是靠关系上位，不配拿金牌。那除了骂陈梦靠关系也有些粉丝不满陈梦中断孙颖莎的大满贯之路。因为如果孙颖莎这次能够夺冠，她将实现重要国际桌球3大赛事金牌大满贯，而陈梦不管这些夺冠是不顾大局。还有一些粉丝也觉得孙颖莎参加的奥运项目多，接连比赛很辛苦，而陈梦应该要考量这一点，做出些礼让。事情越演越烈中国政府也出手干预，开始删除网络上面的谩骂留言。北京警方也逮捕了一名29岁的女子，说她在网络上面传播谣言，带风向攻击陈梦。像这样子的桌球粉丝大战呢，其实并不少见。则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当时马龙4-0战胜张继科，赛后张继科的粉丝非常愤怒，开始呢与马龙的这个粉丝互相攻击。双粉丝呢将两人的技术、历年比赛的成绩、人气高低啊，甚至连长相和亲和力都拿来比较。而这个过程当中也掺杂着不少的人身攻击。那除了攻击谩骂，粉丝日常在追桌球明星选手的时候呢，也很狂热。他们不仅会花高价购买选手代言的产品周边，也会想尽办法了解选手的行程，一路跟随头牌选手，或者花钱请专门的代拍帮忙拍摄。而且一些粉丝呢，还会给选手与教练留言，指点他们该如何进行选手的职涯规划。那一旦发展不如这些粉丝的意思，他们就可能会转黑攻击选手和教练。
那这样的饭圈化状态究竟是好还是坏？有人说这会给选手带来许多的困扰，但也有人说呢，这反而有利于中国桌球的发展。有不少人认为粉丝的行为太过狂热，可能会打扰到选手，侵犯到他们的隐私空间。例如中国选手樊振东呢，还有王楚钦都曾经因为粉丝的过度关注而感到困扰，甚至需要报警处理。另外，粉丝之间的互相攻击与恶评也给选手带来了精神压力。这些负面的留言跟攻击有可能会加剧运动员之间的竞争跟矛盾，让他们无法专注在比赛本身。而且也有些中国民众觉得粉丝在国际赛事上面对于中国选手喝倒彩这种行为很丢脸，会让其他国家的人看笑话。不过，却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觉得粉丝文化反而有利于中国桌球发展。一方面，选手的关注度得到明显的提升，他们能够因此吸引到更多的赞助商还有媒体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呢，选手人气高，中国桌球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之前粉丝文化还不兴盛时，观众通常只关注奥运等等的国际赛事，中国国内桌球联赛一直热度不高，比赛门票也常常卖不出去。但现在粉丝为了能够看到桌球明星，常常将门票一抢而空，桌球比赛热度呢，甚至堪比当红歌星的演唱会。这一次我们听到中国桌球粉丝互尬时呢，觉得蛮意外的。为什么同样都是中国选手，粉丝要去攻击一方？尤其呢，在讲究这个国家集体荣誉的中国，理论上面大家应该会更同时支持两位，谁夺冠都很开心才对。而这样子的困惑呢，也让我们更好奇哦，像中国桌球这样子的粉丝文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实在中国体育界呢，许多其他项目的选手也会有粉丝，但我们发现呢，游泳啊跟这个桌球两个项目是粉丝文化最重的。那么觉得这可能跟两个项目本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呢，他们都是中国的强项；另外一方面呢，比起跳水啊、举重等等的其他强项，游泳跟桌球呢都在同一时间跟对手竞技。比赛时呢，除了看选手自身的实力与对方的切磋比拼技巧也很关键。这让这两种比赛呢更加紧张刺激，变数更多。粉丝有可能在观赛时心情呢跟着起伏的过程当中，培养出与选手更深的连接。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中国的饭圈文化当中，粉丝似乎特别爱比较，他们会用 Excel 整理各选手明星的历史成绩，比较数据，争出高低。粉丝之间呢，常常会为了争论谁才是顶尖吵个不停。而许多粉丝似乎也并不觉得这样子会有问题，有的粉丝会直接说自己是因为觉得选手比赛数据漂亮而喜欢他，自称数据粉、事业粉，甚至也有呢只喜欢最红的人的红人粉。那回到中国桌球，我们觉得比起游泳，更多还是跟其他这个国家选手比拼。中国桌球呢，因为几乎称霸全球，比赛多以内部竞争为主，中国粉丝爱比较的特性，可能就因此更多的投射在队内的比较当中。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桌球才会多出现这个国手粉丝之间互相攻击的状况。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在中国这样子的粉丝文化似乎有不断的扩散的迹象。现在在中国，好像许多东西都在饭圈化，不管是娱乐明星啊、体育选手、二次元游戏圈啊，或脱口秀圈，许多人都会有明确喜欢的对象，并形成各式各样的粉丝团体。而在这些领域当中呢，粉丝之间的互相比较跟攻击也很常见。我们感觉这可能跟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中国，新闻版面呢大多都被娱乐新闻给占据，一般民众很难以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大家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关注娱乐、追星等等，有试图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参与感。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言分享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中国桌球当中的粉丝文化的呢？蛮好的哦，粉丝文化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这个运动项目。B 觉得很糟，粉丝常常互相攻击，就会让人想要远离这个运动。C 看情况，追星很正常，但人身攻击、跟踪明星就不太好了。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桌球。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林玉婷性别争议以及成本日记。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